马来西亚的老板其实他们都很害怕这个 e-invoice， 他们就想是不是政府要查税啊？电子发票的实施绝对会让你的税务还有你的交易记录在政府的眼前变得更加透明化。老板们，你首先要做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变思维，因为现在的人才他们是不愿意从事那些 AI 能够替代的工作。大家好，欢迎收看提车马频道。大家也知道，最近政府实行了 e-invoice， 大家聊天的话题最火就是 e-invoice 啊、AI 这类型的东西。许多观众也要求我们做一集。那今天很特别，我们邀请到了来自 Q&E 的 founder Sam。Hello。Q&E 的 e-invoice 专家舍利。Hello。那两位今天会为我们来讲解关于 e-invoice 和 AI 会计。那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e-invoice，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 e-invoice 吗？其实简单来说 ，e-invoice 它其实是一个电子版本的这个发票。马来西亚内陆税收局呢，它就推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电子发票系统，叫做 My-invoice Portal。那么商家呢，需要把他们的这个交易记录汇聚成一个数据格式的这个文件，上传到 My-invoice Portal 做这个实时的认证。还有储存，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Excel file 或者是 PDF 文件的。那舍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e-invoice 和一般的 invoice 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关于这个我们有做一下一个 comparison， 大家可以看一看呐，大概是这样的类似的不一样。那么其实简单来说呢， e-invoice 它需要通过这个 My-invoice 系统的这个认证，还有存档。那么政府呢，它就可以通过实时的获取这个企业的这些交易记录。传统的这个 invoice 它就是作为内部管理，还有就是之后做审计需要用到，不会直接提交给政府，那是传统的这个形式。那如果今天我只是中小型企业，我不是大公司，我需不需要做 e-invoice 呢？基本上呢，除了那些年收入没有达到150千的微型公司，不论是大公司还是小企业其实都需要遵从这个 e-invoice 的政策的。或者让我补充一下吧，其实一些公司如果他们的收入是少过150千的，又或者是刚刚成立的话，其实他们为了提高竞争力，他们也是需要提前去实行这个电子发票的。因为如果你的客户是拿不到电子发票的话，可能他们会不愿意跟你做生意。因为不能够开电子发票的企业，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你的公司规模是比较小的，又或者是刚刚成立的，所以他们会对你的那个信心不足。第二个呢，如果你的客户是没法拿到这个电子发票去证明那个费用的，这样的话，即使这些费用是可以扣税的话，但是他们也会增加那个 LHDN audit 的风险。那我相信马来西亚的老板其实他们都很害怕这个 e-invoice， 他们就想是不是政府要查税啊？其实这个 e-invoice 真的是对公司是有好处的呢？其实电子发票的实施绝对会让你的税务还有你的交易记录在政府的眼前变得更加透明化。但是其实你实施这个电子发票，其实对公司或者企业本身还是有好处的。那么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更好的去管理你的这个现金流，我们所谓的cash flow。那么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企业它现在还是在实行着年账就是我们1年做一次的这个账目然后就为了还这个税务的。那么在电子发票的这个实施过后他们有一些规定，比如说我需要每个月7号之前上传这个 consolidated invoice。那么 self bill 呢，某一些情况下你是需要遵守一些deadline 的。那么如果你坚持做年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保证说你的年账是完全正确。OK， 可能很多小公司依然会选择做年账啦，因为他们要省钱但是我肯定的，到最后可能他们都会后悔的。因为为什么？可能他们最后都会发现他们给的税务会更高，或者是罚款会更多。因为在电子发票政策下他们是需要处理一些每个月都需要处理的，比如说 self bill e-invoice， 又或者是 consolidated e-invoice。所以如果这些动作他们没有能够在当月正确的去处理的话，到年尾他们可能就没法补救了所以这样的话，原本很多可以扣税的费用
也因为是这样，他们没有了扣税，所以他们需要给更高的税务。对对，然后所以你会发觉最近就是会计楼，你会看到他们的 service 哦，全部开始 offer monthly accounting service 啊，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会计师们、专业人士们都已经看出这个问题了。那么转成月账，其实对老板有什么好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现金流的这个掌握度，你会知道说账目上还剩下多少钱。你这些钱可以拿来做什么？你可以来 expand 你的生意，可以做更好的决策，然后不会伤害到公司。肯定的，那个月账的费用会比年账会更高了哦。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说，避免罚款更高，或者是给更高的税务。其实这些增加的费用是值得投资的。那么除了这个现金流的这个情况呢，这个电子发票你实不实行其实对于之后很大可能银行一些这个financial institute它可能会依据你有没有在走合规这个电子发票，而作为你衡量贷款或者是别的一些服务的这个标准之一。这个是一个信用度的问题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这个趋势。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开始实施电子发票，代表你开始转型数据化了嘛？那么很多成本，比如说纸张打印的成本其实都可以相对的减少了。那听起来其实是很多好处的。那如果今天我还是决定不要做 e-invoice， 那最坏的后果会是什么？OK， 坐牢。对，所以其实不做电子发票是有可能会坐牢的。那么根据我们就是 Income Tax Act 1967，它其实已经这个法律已经是出来了，就是说如果你不开具电子发票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罚款200至20千不等。但是这个不等是指你每不合规一次。那么如果你有很多张电子发票应该开，但是你没开的话你就要做一下乘法表了。那么除了这个罚款之外呢，还有就是监禁不超过6个月啦，或者两者兼施的。而且第二个情况这个可能是罚款，就是政府方面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情况你可能会面对的就是像刚才我们Sam有提到的，客户不愿意跟你做生意，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电子发票的这个问题。因为到时候可能我相信会有很多公司，他们也会有一些内部的政策就是说他们选择跟一些企业是可以开电子发票的企业来往的。那除了 e-invoice， 最近最火的话题肯定就是 AI 会计。很常听到人家说用 AI 会计来开 e-invoice， 那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 AI 会计吗？AI 会计的概念其实是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呢应用在你的这个会计的流程或者是系统里面。那么它是让会计人员可以他的工作可以让它变成更加自动化，然后高效还有精准。那么比如说像 AI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减少一些重复性的手动输入这些数据工作，甚至可以达到就是说一键输入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帮助就是企业去做一些财务的预测还有分析，那么提供你未来财务趋势的这个发展企业应该走向哪个方向等等。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全天候的这个财务助理，帮助我们的这个老板们减少这个工作，然后提高效率这样。我们的软件有许多 AI 的功能，比如是说对会计师的话，我们有这个 OCR 技术我们叫它叫 Quick Scan 让我们的用户把他们的文件上载在WhatsApp 那边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呢会连接我们的软件，然后我们的系统就会把这个文件呢转化成为data，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节省大量的输入的时间。对于企业老板们呢，我们有提供一个全天候的 AI 聊天机器人因为很多老板他是不愿意去花时间去学习那个会计系统的但是他们要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比如是说他们的 sales 他们 profit 是多少然后银行的余额等等。所以我们就会给企业老板们呢提供一个免费的mobile app， 就可以让老板们24小时以对话的方式跟这个聊天机器人去沟通，
然后获取关键的一些财务资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AI Financial Advisor， 这个 AI Financial Advisor 也是可以 from time to time 的我们系统会利用用户的数据给老板们或者是用户一些建议比如是说他们的竞争对手的 cross profit margin 在他们的行业是20%然后他们的公司只有18%，可能就是意味着他们的公司的竞争力是落后于他们的同行的所以我们的 AI Financial Advisor 就会根据他们的财务状况来提供相应的建议。那我们常听说 AI 一般都是在大公司在用，那其实中小企业真的是可以用 AI 来做会计吗？这样成本会不会太高呢？还有其实对 e-invoice 的帮助大不大呢？ OK， 那么其实 AI 我们听到说会觉得很高大上，好像跟我们这种小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对吗？那么其实这是过去的一个印象啦。现在呢，其实比如说像我们的 Q&A Cloud Accounting， 其实已经可以让很多这些中小型企业都可以轻松的使用这个技术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因为云端会计的这个软件大多数都是提供这个叫做subscription base 的这个订阅制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每个月只是需要付出大概几十令吉的这个价钱他们就可以尽量的使用，就是 AI 会计软件带给他们的这个便利。其实还少过ChatGPT 的费用我们最便宜的那个配套。对因为他们算美金那么再加上就是云端 AI 会计软件为什么我们叫它云端呢？其实代表说你不需要另外额外去买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要 set up server等等，你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了，只是需要一个普通的电脑，一个手提电脑，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去处理你的这个账目了。那么在 e-invoice 方面呢，其实 AI 会计能够大大的减少就是企业的这个工作量，好像比如说他们可以自动匹配交易可以检查就是电子发票的合规性等等。我们有那个 e-invoice advisor。是的 e-invoice advisor。那么其实把一个 e-invoice expert 我们放在我们的软件里面，收给免费的 advice 我们的用户。对那么我用户随时随地就可以再重新用 advisor 呢，确保说他们的这个账目他们的这个 invoice 都是合规的。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认为AI 会计其实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才是比较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AI 会计软件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他们很多这些手动需要输入的一些工作，然后就是合规性他们不需要担心，因为系统会帮他们做这个检测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还有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一些财务决策。那听起来的确是很吸引的。那老板最想问题肯定就是 AI 到底可以帮我省下多少钱？用 AI 真的比请一个会计师来的便宜吗？其实现在请人是不容易了，我相信大家老板们都认同然后要请一个对的人做对的事情是更难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请一个能够做到跟 AI 同等工作效率的员工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有做过统计，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会计事务所的伙伴们呢，当他们使用我们的 Q&A AI Cloud 软件来处理他们顾客的账目过后呢，他们是可以节省高达84% 的时间，就是说会计师只是需要用16% 的时间去完成相同的工作量，就省下来84% 嘛。所以本来是16% 去处理一个账目，16乘5是80%，所以他还可以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呢去处理另外5个人的工作量。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的平均工资是3000块的话，我们的会计事务所的伙伴们呢，他们就可以节省每个月15000的工资。那公司老板肯定还有一个问题，用 AI 安全吗？会不会被黑客盗用我的数据？会不会有人偷看我的数据呢？其实 AI 是一个工具罢了啦，它只是根据就是我们设定好的这个规则在运行，它不会主动的去偷窥你公司的这个财务信息
而且大多数的这个 AI 会计软件呢，他们使用的这个加密防护还有安全防护其实是很高，而且是仅限用户可以访问。所以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企业最关注的这个数据安全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那么像比如说 Q&A AI Cloud Accounting 呢，我们是采用就是全世界领先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 数据平台呢，去帮助我们去处理这数据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安全防护的问题。那么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防护措施呢，我大概讲几个啦，比较简单的，它会每6分钟帮我们的用户所有人去备份一份他们的数据在他们不同世界各地的这个数据中心里面，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担心我的数据会不见掉，因为即使一间发生火灾什么都好，它的备份会在另外一个数据中心，都会有一个备份在那边。就好像有很多Hotmail Gmail 或者是 Outlook 的 user， 他们也不会担心他们的数据是泄露或者是不见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因为他们好像 Hotmail 跟那个 Outlook 都是用 Microsoft Azure 的，所以跟我们 Q&A AI Cloud Accounting 都是采用一样的那个 Cloud Infrastructure 来保护他们的资料的。对，而且加上如果是企业方面 Enterprise 方面，他们的防护系统会更高。听起来肯定是安全的，相信老板们的信心也会增加。听了你们这么说之后说了那么多，不如我们直接示范一下 Q&A 的 AI 会计软件。好，我们 Q&A AI Cloud Accounting 有几个 AI 功能例如第一个呢，就是 QuickScan 允许我们的这个用户呢通过 WhatsApp 拍照，然后 WhatsApp 会将这个照片或者是文件链接到公司的这个账户，然后会自动将它转为一个数据。那么同一时间，系统也会收到这张文件，用户就能非常轻松的把这个文件呢转换成这个交易记录。那我们第二个功能呢，就是 AI 聊天机器人。很多企业主都不想学习这个会计软件，那么 Q&A 就提供了一个免费的 mobile app， 配有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让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随时随地向聊天机器人询问他们的财务信息，比如说今天的销售额上个月的利润、当前银行账户余额等等。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系统呢也配备了一个叫做 AI Financial Advisor， 也就是你专属的这个财务顾问。比如说我们的系统呢会提示并且建议我们的企业主或者是会计人员，如果他们的财务表现是落后于竞争对手，那么他就会告诉老板们造成他的这个业绩落后的这个原因，并且提供改进你的这个财务表现的建议，还有所需采取的一些行动。那我们看了那么多 AI 以及自动化的功能，可以发现 AI 是越来越聪明的。在未来或者在以后，会计师是不是会被取代呢？那么 AI 确实可以自动化很多的这个流程，然后也可以减少就是会计师人类犯出来的一些错误也可以做到一些财务分析让整个企业的效率都会提高，可以让我们的企业也可以更加专注在把时间跟精力呢放在更有价值的一些决策性的一些工作上面。那么你与其担心就是说 AI 会取代人，倒不如把这个工具利用起来，让这个企业变得更加有价值了。其实 AI 它是自动化的一部分罢了。在电子发票时代呢，自动化其实是帮助企业去提高效率的其中一个关键。其实一般上的电子发票软件呢，他们会提供1到2个 QR code 比如说第一个 QR code 呢是 LHDN 要求的，就是说在我们每一张电子发票里面，我们要放一个 QR code， 就是让我们顾客去 scan， 然后我们的系统就会带他们去 LHDN 的My Invoice Portal， 这样子去证明是合规的电子发票。然后第二个 QR code 呢，就是让 buyer 去 scan， 然后去申请电子发票了。我相信这个 QR code 在很多可能以后 supermarket、retail shop 都会提供的一个 QR code 但是我们还会提供额外的3个 QR code， 这3个 QR code 其实都是自动化的一部分。第一个 QR code 呢，就是我们叫做 Self Bill Supplier Consent。当我们要做 Self Bill 之前呢，我们是需要得到我们的供应商的 consent 的，我们是不能够随便拿到他们 TIN number 就做 Self Bill 了。所以我们就会提供一个 QR code， 当我们的 supplier scan 了过后，我们会带他进来我们的系统，
签一个名证明去给我们 consent， 我们是可以开self bill 的。然后第二个 QR code 呢，就是 e-invoice 的时代呢，我们会跟一些企业是少过150千交往的，但是又拿不到电子发票，怎么办？我们有跟 LHDN 去沟通过LHDN 建议我们给我们的供应商来我们的系统签一个名，去 declare 它是 exempted 的，去 declare 它的生意量是少过150千。然后最后一个 QR code 呢，在电子发票时代里面呢，我们都需要去收集我们顾客的 tax information。比如说你是我的新顾客，我会开一个 quotation 给你，所以在 quotation 里面我就会放一个 QR code， 我就要求你不可以 scan 填资料给我，然后我们的 billing department 它就可以开一个 e-invoice 给你了。所以这些都是其中一些自动化的功能。那非常清楚的讲解。那我们相信在未来5年 AI 一定是趋势。那 AI 在会计领域会有哪一些大的变化呢？如果我现在是会计师，还是我是企业的老板，还是我是即将毕业的会计生，我应该要怎么准备呢？其实这个 AI 在企业方面会很快的普及化我们不能说这个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它其实很快，在未来你看到几年的时间，很快就会普及化到所有的企业上。所以其实像你要怎么去做准备呢？它应该要尽量说运用对的这个工具，比如说去 adopt 一个会计软件是有 AI 功能的像比如说我们的 Q&A AI Cloud Accounting 去提升他们的财务管理，这个是企业主他们可能要做的一些准备那么会计人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是会计师的话，或者是我是即将毕业的会计学生，怎么办呢？其实你们的focus 不应该只是在做账而已，你必须要开始把你的这个专业技能培养在，就是要开始转型去做一个战略型的人才，而不是只是做data entry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开始转变思维的一个地方啦然后那么最重要他要怎么做准备呢？首先第一点，你必须要开始了解说市场上有哪一些会计软件是具备 AI 功能，然后尽量去学习怎么运用这些 AI 的 tools， 我觉得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啦，也是一个 starting point 其实未来以来AI 不是威胁，而是会计师的新机遇。然后我相信其实现在在马来西亚大部分的会计事务所呢，他们还是在用这一些 Windows-based 的accounting software。然后我是在此呼吁会计事务所尽快的去转型采用有 AI 跟云端科技的会计软件去处理账目不然的话你可能会面临更高的人才离职率，因为现在人才他们是不愿意从事那些 AI 能够替代的工作，他们是希望用AI 来提供效率，去减少重复的工作。那最后，如果我现在还是在使用传统的会计软件，用 Excel 还是用手写的发票，那我第一步应该要怎样转型呢？OK， 首先第一个，老板们这个已经不是会计师的事情是老板们，你首先要做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变思维，你要 prepare to change 你的 change mindset， 你要有这个 change mindset， 然后接着呢，你可以用这2个很直接的步骤。第一个呢，你先去找适合的这个软件或者是工具来去使用去比较那么你需要考量的是什么呢？它是否支持 e-invoice， 是否具备AI 的这个功能，它是否是一个云端的一个 application， 所以这些还有就是最重要一点你这个业务是不是适配于你薪水，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工具是否适配跟你的业务，所以这是几个老板们可能需要考虑的要点那么第二步呢你要开始去学习啦当你开始买了这个软件或者是你使用这个软件，那么第一个你肯定是要去学习怎么去操作，还有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系统的这个 process 放到去你的 business operation 里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啦。那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观众说的吗？刚才我们也讲了几个步骤嘛，那如果你还是没有投去的话也不用紧因为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限时的这个优惠配套
能够同时帮助我们的企业老板们实现业务的这个智能化，还有电子发票合规，同时一次过搞定2件事情。那么这个配套包含了什么呢？一个免费的 Q&A Cloud Accounting 的这个软件，那么 Unlimited 的这个 Training， 然后 e-invoice implementation 的 checklist 我们也有准备一个社群让你能够参与进来。你如果对 e-invoice 或者是软件有什么任何问题，都欢迎你在社群里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讨论，我们也提供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支持。那么这个整个配套的总价值呢，它本来是4500块，那么现在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呢是950，就可以获得以上刚才我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一些服务，还有这个软件的。还有如果你是会计事务所或者是一些 freelancer，有提供 bookkeeping 跟 accounting services 的话也请联系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些专属的配套是可以处理多家公司账目的，这些配套肯定能够帮助您在电子发票里面成功的转型，利用现代科技去提升你们的服务质量，去吸引更多的客户。那谢谢2位来宾，今天真的学习到了很多。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分享给你那位还在为 e-invoice 烦恼的朋友哦。你对 e-invoice 和 AI 又有什么看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到影片的资讯栏点击链接留下资讯方式，获取 Q&A 950令吉 e-invoice implementation 的配套，让你的企业领先一步，实现业务智能化，并轻松合规 LHDN MyInvoice 电子发票。好的，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你也可以打开小铃铛或者给予 Super Thanks 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哦。我们下期见。